罗律，我们在开会，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既然非要上法庭，那我们就先来模拟一下。怎么模拟？你还是原告律师，你是原告，我是被告律师。我来模拟被告。那谁模拟法官呢？丽娜，丽娜不行，一旦她行使了自由裁量权，那你不张嘴你就胜诉。我来吧。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罗琦与我当事人原是夫妻关系，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但被告多次无端阻止我的当事人探望孩子，甚至是藏匿孩子，导致我当事人无法行使探望权，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且被告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擅自将婚生女儿纪晓安改成了罗小安，请求法院判决：一、变更婚生女儿纪晓安抚养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鉴于被告拒绝履行法定探望权的义务，为维护我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已经向贵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但被告拒绝履行，因此原告才诉请变更抚养权。被告的代理人有什么意见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有什么意见？我的当事人依法提起反诉。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探望权可以被终止。婚姻法第38条规定，如果行使探望权有不利于对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终止其探望权。你等等啊！我去探望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照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离婚了，不看孩子是对的，看孩子反而是错了？不是说你探望孩子不对，是说你探望孩子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不利。不是，我还是没明白，怎么我去探望我的孩子，我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我十恶不赦吗？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罗比，你知道小安对我多重要，你知道的。请当事人保持冷静，控制情绪，保持冷静。这是法庭啊，坐。有一天，你把孩子接到你家，然后你突然中午有事儿，你就出去了，就把孩子丢给了奶奶。奶奶告诉小安说，你爸爸帮你找了一个新妈妈，以后你就有2个妈妈了。孩子从你家回来之后就一直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而且还经常做噩梦，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奶奶说了这种话？别，何律师，你先停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我求证了我母亲。老太太说了，她当时跟孩子说这些话的初衷是想孩子知道，1个妈妈代表1份爱，2个妈妈代表2份。有很多人爱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事实上，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那照你这么说啊，只要是爷爷奶奶说了哪怕是1句半句让孩子不高兴不开心的话，那么爷爷奶奶这一支的人就都失去了探望权了吗？对呀，这没有道理啊！按你这逻辑说的话，90%的爷爷奶奶没有资格去看孩子了。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爷爷奶奶说了一句容易引起起疑的话，就剥夺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被告还有什么理由吗？原告离婚后长期酗酒，患有酒精依赖。根据婚姻法第38条第3款，探望权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并可能危及到子女的安全的，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望权。
被告代理人对我当事人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完全是因为被告罗琦情绪暴躁，在工作单位与同事经常发生矛盾，被怀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去调查了他的原单位，我们这儿有他的人事总监的一份报告。他的人事总监亲口说，为了让这个人走，他们宁愿花更多的钱。这是该名人事总监的书面证词。卑鄙！这个明明是他们违反劳动法在前，他们不得不赔偿。请当事人控制情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了4项具体的法定事由：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对方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应给予准许。原告的证人证词是不能被信赖的。该名证人和罗琦女士有私人恩怨，属于公报私仇。罗琦去看过心理医生，看过心理医生，恰恰是说明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但是酗酒是严重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偶尔喝多几次，那不能算是酗酒。不是偶尔喝多，是经常喝多。原告醉酒之后常有暴力倾向，曾多次酒精中毒致精神障碍。就算是酗酒又怎么了？贝多芬的父亲他也酗酒，还经常醉打贝多芬。哎，这能说明什么？那您的意思是，父亲酗酒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我是说，不能仅仅凭父亲酗酒就断定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呢。那您是被您父亲打多了还打少了呀？请保持肃静。就在前几天，原告还醉倒在我家，这是我家客厅用于防盗的监控，请大家看监控录像。大爷不让我进去，我说谁是小安？我说替小安是我孩子。请问跟这样的一位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罗宾，你不觉得很卑鄙吗？我赌博吗？我吸毒吗？我只是喝点酒而已，其他我还做什么了？你说我有暴力倾向，我打过小安吗？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你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你让我在这等你看？我是在给你实弹演习。实弹演习，打官司就是上战场，开庭就是开战。还告吗？还告吗？我觉得就不要让我们家继续出庭了。不，出庭也可以啊，但是有一点，记住，你一定不能生气啊。冲动是魔鬼，如果别人发现你是魔鬼了，那怎么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呢？有一个阶段我是天天喝酒，后来还是罗宾帮我找的医生看的。他那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喝酒，我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不能拿这事儿来伤害我，他不能。哎，我求求你了啊，你别说这些事儿，好不好？既然你请了我，我说话，你不要说话。可是这变更孩子抚养权对于罗琦来说，他太残忍了吧？是你妈想要小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咱如果是真打这官司上了庭，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我刚才说过了啊，今天这只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这只能算是个热身。而且我还提醒你，你如果真的跟罗琦对簿公堂了，那你就不能再这样儿女情长了啊！你们俩就是敌人。外姐啊，我想
你给罗琦一点时间，让他静一静，空一空。他现在不想让你找到他，你找到他又能怎样？姐，无论如何，我们2个人见面聊一聊好吗？他把孩子藏起来，肯定是因为怕季玉找着孩子抢走了藏起来，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罗老师，我知道罗琦姐在哪儿了，在哪儿？跟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看您能不能找出一些关于对方类似于赌博呀、酗酒啊，或者说是虐待子女这方面的证据呢？这不合适吧？我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见我孩子，但是我也没想置他于死地啊。罗姐，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比狠，比谁狠，要不然就不打了。我确实不想打官司，本来挺好的，各走各的路。他结个婚，对吧？我带着孩子好好过，井水不犯河水的。您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可对方不想啊，对方想的是井水河水都想要。现在是对方在告您，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权，所以您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面对被告、被诉、被执行。那我能全权委托你吗？不能。你怎么找来的？你在我身上装 GPS 了？能让我跟我姐姐聊聊吗？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我都找律师了，你要谈跟他谈，你跟我老谈什么谈呢？那好，那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我是犯法了吗？我犯法了，你就把我抓起来。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这都是闹情绪。法律规定，我跟你说，法律规定这些事情太深奥了，我根本听不懂。好，那我跟你说大白话哈。小安出生之后，当时你生病了，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小安那时候就跟着他奶奶在一块生活，包括中间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包括去年你出国去考察。小安也是一直跟着他奶奶，所以说，如果人家对方要求，法院是会去考虑的。小安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他忙活了10分钟，我忙活了10个月，凭什么归他呀？自动取款机啊，谁插卡归谁呀？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上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吧？麦飞，哎呀，麦飞，你跟踪我？手机上有定位这个功能，我就使用一下这个功能而已。你如果不想让我找到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软件关了呀。你要是关了的话，我就找不到你了。你真的生气啦？我也不知道。哎呀，什么叫你也不知道？就是字面的意思。那你到底是生气还是没生气啊？我说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最近很累，我也很烦。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
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生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什么不告诉你？你早就知道，就不肯说。你这没头没脑的，你指什么呀？蓉蓉，早知道了是吧？就瞒着我。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骗你，在这事儿出之前，我也很久很久没见季玉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原来为了巴结你，一天到晚围着我解长解短的，后来用完了，说走立马走了，特别势利。现在知道不合适了吧？也不敢说，也不让人说了吧？这缺心眼的，还挺听他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让他见小安？我还能做什么？你教教我，我还能怎么做？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你瞧他嘚瑟的，全世界就他最好，就他最棒，就他最会嫁人，就他最会结婚，就他最当女人。他是谁呀？我还要接受他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做人，他给我孩子买礼物，啊，在小安面前表现的他跟圣母一样，他多成功啊，我多失败啊！姐呀，小安，哎呦，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有。哦，舅舅，我跳的可好了，老师还表扬我了。怎么表扬的？老师说我又进步了。真棒！他们把我跳舞的视频发到快手上了，好多人给我点赞呢。是吗？嗯，太棒！舅舅，你能来看我演出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跟舅舅说，你还想请谁来看你演出？我还想让爸爸来看我表演，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小安，你在跟舅舅嘀咕什么呢？舅舅累了，赶紧下。哎，妈妈，爸爸能来看我演出吗？爸爸出差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忙。好吧。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不好？在这儿，来，来，让舅舅先给妈妈拍，来。来啊！好，来看舅舅啊，下位开心一点。演出成功，成功。小朋友来这边集合。哎，这边。啊。走啊！季玉，快上车，我带你去见小安。哎，季玉，咱还立案呢。别着急，肯定能赶上。慢点喝啊！啊，轮到你了，去吧。啊。慢点。你好，后台在这儿是吧？啊，好，谢谢。
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后台，不能。知道后台，我女儿演出叫纪晓岚，她一会儿跳舞，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不得了吗？不好意思，先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其他家长不都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你通融一下，我进去一下。现在家长已经往外走了，爸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爸爸，我也想你了。爸爸妈妈不是说你出差不回来了吗？小韩有演出，爸爸得来。今天演小公主还是现实？小公主，我的小安就是公主。想不想爸爸？想，有多想？做梦都想。爸爸做梦也想你。想死你了。小天鹅太精彩了！通过舞蹈和形体培养女孩们的快乐、优雅、健康，将是红舞协一直的教育理念。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感谢家长们。来，小安，睡着了哈，来，爸爸抱啊，挑累，哎呦，那么乖，一会儿回去睡啊，这一会儿感冒了，给送上去吧，啊，好，哎。谢谢。行了，来，先把鞋子脱了啊！哎呀，这只，
辈子啊！爸爸，嘿，妈妈说要带我出国读书，我不想去。爸爸，你能跟妈妈说我不走行吗？好，爸爸跟妈妈说，不让她带你出国，也不让她走，你们两个都不走，好不好？好，刚才都睡着了，困了啊，累了，接着睡吧。这还有一只鸭子啊，我们一起陪你。这是火烈鸟，爸爸。哦，火烈鸟啊，它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它叫火火。火火。哦，火火是火烈鸟。好的，知道了。爸爸跟火火一起看着你睡，好吗？快闭上眼睛。我叫火火，来自南美洲，就是为了遇见你，小安。快睡觉，小安，快睡，快睡。什么呀这小安的课程表。他奶奶要是想他的话，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吧。这是不走了是吗？不知道。那就是不走了，不走了。陆律师，我是长生。我知道你是谁。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知道你会在这边跑步，所以我就跑到这边来了。哎，我真是跑过来的。我还知道你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啊。哎，是廖佳敏告诉你的。肖凯丽说的。啊，陆律师，我之所以没去你的律师事务所，我是想……我懂。我想求您帮个忙，劝肖凯丽把王慧珠从被告名单里撤掉。我喜欢跟你聊天。廖佳敏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做不到。只要您愿意做，您一定能做到。您恭维我？我没有。肖凯丽不是小三儿。我和王慧珠离婚，
与他无关。不管有关无关，都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我不跟你谈法律，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肯定谈不过您。即使我答应你的要求，去劝说肖凯丽，其结果很可能也是肖凯丽愤然离去，换一家律所。你要清楚，只要他想告，他一定可以告的。你难道要一家一家的律所挨着牌子去打招呼吗？不，我只是要求，我请求您收掉这场官司。王慧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她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的前妻，我们俩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你是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你们公司的股价会波动的？您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网上怼天怼地的，我都一直一言不发。你可以一言不发，但是肖凯丽不愿意忍受，对吧？我本来寄希望于我的法律顾问，让肖凯丽把这个官司撤了。王慧珠骂了，骂就骂吧，把他删掉就行了。没想到肖凯丽也没那么懂事儿，他知道廖佳敏是你的律师，就跑来找我了。我知道这个官司另换一个律师，也未必能打得赢。可是您从来就没输过。谢谢你的夸奖，但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要跟着我。罗律师，如果王慧珠输了，她会跳楼的。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她真有精神疾病，法院不会判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有这个病啊，尤其是我的女儿。他现在在外国读书，他如果知道了，会因此伤心难过的。你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合适？恕我直言，你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更自私的人。谢谢你了解我。我的建议是，肖凯丽告谁都行，告平台，告转发大户，告谁都行，只要把王慧珠的名字从被告人的名单上撤除就行了。这一点您能做到？我只是一个律师，我要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您可不是一般的律师。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罗律师，打赢一场官司对您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会赢，你也明明知道输的人会死去，您还要不要赢？你确实是个混蛋。为什么是我啊？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我说服你了？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呢？我不吃人。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她不会听我的。其实有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你告诉肖凯丽，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让他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 不追究王慧珠。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你会让他同意。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现起诉要求网 YY 公司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
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5万元。审判长，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本案中，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从实际情况看，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且猜测是五花八门，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会评价。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沈格格所持有对账单诉讼的有效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如果按照今年年初吕老板给沈格格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扣款的便条，沈格格的应收款诉讼时效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算起，那就正好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了。太好了，确实是太好了，哈哈。你认为我没有发现对账单超过了诉讼时效吗？没有。没有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个白痴？我没有发现诉讼时效问题？不，这个我说的没有是，我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您是一个严肃、严谨、不苟言笑的律师，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严肃、严谨。那他们是怎么评价罗宾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助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我面前去评价罗宾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助理，就不在你的面前评价罗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和罗宾是明争暗斗。我和罗宾之间不存在什么明争暗斗啊，我们只是在做人和做事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开诚布公，从来没有虚伪的面对自己，也没有虚伪的面对对方，我们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罗律，这个案子谢谢您。去谢黛西吧。哎，回去走吗？可以打我的车。不，我还有事儿，您走吧。我还顾虑。谢谢。哎，哇，谢谢。哎，你这开庭的时间够长的呀，刚更新的关卡都被我打通关了。4个小时我就说了一句话。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决定不发表任何答辩意见。4个小时就这一句，累死我了。对了，罗宾说让我谢谢您。我现在回律所啊！忽然通知我们要开会，早知道我搭罗宾车一块儿回去了。我先走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儿走吧，你送我。你又不怕被人看见了？谁怕谁小狗啊！走。天哪！喂，您好，我是里程专车司机，我已经到了。哎，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出来呢，师傅，稍等我们一下啊。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范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现在你是让我来还的。我是代表我们律所来给您道歉的，希望能征得您的原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弥补我们的过失。当初如果没有你鼎力相助，我钟宇现在恐怕还在吃牢饭。你说什么呀？那是您吉人自有天相。我曾经是你的客户，但是后来你去留学了，就换顾杰接手。我对这个顾杰啊不太满意。是罗宾老师出的问题啊！我只给他订了1天的酒店。这件事呢，我可以不追究。重新准备一份诉讼文件，加急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以后你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来管我的事，我不想再跟顾杰打交道。这不太好。我知道你在考虑你跟顾杰的关系，你们毕竟是同事，他呢又是创始合伙人，你要顾及他的面子。但是，你们律所应该考虑到客户的感受啊，还有客户的利益啊。哎，如果你觉得你说不出口，那我直接找你老板去说了啊。封印我也很熟的，周总，是这样。顾杰最近家里的事情非常多，他父亲住院了，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你知道这个人比较好强，他跟谁也不说，所以人都理解。哎呀，他应该早点告诉我，所以我会告诉他，赶紧去照顾好父亲，不要来照顾我了。客户可以换别人来照顾啊，但孝亲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替代。你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呀，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替他求情了。哎，我们公司也有董事会，有大股东的。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吧。这样吧，我就这么说啊，人家律所呢，已经道歉了，啊，也同意补偿，还给咱们换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是他们律所里面最棒的律师，曾经得过全亚洲最佳律师的荣誉，一般人都请不到的。现在这位大律师同意接我们公司的案子，做我们的法律顾问了。
但是呢，我们不能再追究对方律所的过失。我这么说的话，应该就能说服董事会的大股东了，你觉得呢？罗律好。顾姐在封印办公室，在告状吗？他会恨你的。我让他免于被告，免于被追偿损失。但你让他丢了客户，是他自己丢了客户。如果是他自己丢了客户，他会恨客户；如果是你让他丢了客户，他就会恨你。麻烦你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哎，你知道枫叶和顾杰他们俩在吵什么呢吗？不知道啊，吵什么呀？你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罗宾揪住一字之差，直接让客户炒了顾杰。你们的一字之差可以让律所成为被告，本来人家告的是顾大律师。丽娜老师，罗宾找你。哦，好。广东省弄成广州省是你干的吧？啊，那个是客户送来的文件，那个文件它本来就是错的。人家弄错了，你也没看出来啊。文件送过来，我就直接交给顾杰老师了。这么说来，是你替顾杰老师背的黑锅了。外面可都说是他实习生干的。还那么多实习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现在他们双方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是要你都跟钟宇说了我什么？我一直在恳请他，希望他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谅解你。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你的客户。没错，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他很可能会起诉律所，你也会因为你的过错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你一样会失去他，因为他对你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一个字的失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你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打断了我和我助理的正常工作，并且质问我到底跟钟宇说了什么，好吗？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就自己飞过去直接找他了。顾大律师，我希望你能想起来，当初是你找我，你说钟老板不肯接你的电话，是你在求我。是我求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跟钟老板关系好，你们有交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让钟老板换了我。原来你是这样想问题的。好，那我现在认真告诉你，我没有。那你怎么解释现在钟老板变成了你的客户？实力。什么？实力。如果你有实力，你可以抢回去。我所有的客户你随便抢，欢迎竞争，愿赌服输。你好，罗宾办公室。
你继续。他们公司在员工的电脑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所以前运营总监在投出简历半小时之后就遭到了公司的辞退。运营总监认为公司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他们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这个一会儿等白总过来，我们可以问一下。白金红已经到了，比预约提前了40分钟。罗律师，气死我了！别生气，有什么话坐下说。我们的设计总监，我对他多好啊！设计总监？白总说的是前设计总监，不是我。气死我！不是，运营总监在告你们侵犯他电脑吗？对，是前运营总监在告我们。可是我要告的是前设计总监，那是2个人2个事。那你们公司真的挺有意思的，前高管离职，不是告公司，就是被你们公司告，全是白眼了。我们那个运营总监，我要不是安了监控软件，我都不知道他一边在我这拿着高薪，一边跟对手的公司眉来眼去，他还有脸告我。还有我们那个设计总监更过分，他说他父亲生病要回去看他，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走了，我还给了他2万块钱。你说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吧？可是他怎么对我，气死我了！你先别生气，啊，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问一下。你问。你们公司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有什么区别吗？针对各类职场常见的监控行为，法律上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判断是否侵犯其隐私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事先告知。监控软件是安在我们公司电脑上，公司电脑是公司资产。我在我自己公司的电脑上安监控软件，还要事先告知吗？但是员工会认为说，你连上个网查个快递都会被公司盯着。我每年拿出10多万安监控软件，我不是盯他们查快递的，我是要看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干活。否则，你花8个小时干活，5个小时网上购物，3个小时糊弄工作，那我给你和花8个小时干活的员工一样开钱，那我不是被他们耍了吗？不是说不能监控，而是说安装之前有没有事先告知。我是想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规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当然。这员工手册上都有的，而且白总明确跟大家都说了，公司电脑是大家上班的时候用的，不可以把个人信息通过公司平台传播，公司技术部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就 OK 了。既然员工手册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电脑只能用于工作，而且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那么就不构成侵犯隐私。当然不构成。身为运营总监，在我们公司给其他公司发邮件、投简历，这样的高管，你说留在公司？留着过年啊？没错，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罗宾他不是这种人。哪种人？他断然不会抢您的客户的。白金红就是我的客户。大家都知道白金红是您的朋友，不是您的客户。他不会娶你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今天去见客户了，还跟客户吃饭了。对，是他请的我，他跟我咨询一些关于并购方面的问题。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谢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这么认为吗？事实就是事实，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那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同时呢，你也这么认为？还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并不一定这么认为？这句话既不是事实，我也不这么认为，就是一句客套话，行了吧？你是不是现在特别想打人？我不打女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友好。我对你很友好啊，我只是用你平时的方式对待了你。你不是经常标榜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沟通方式是忠言逆耳、实事求是吗？好，那我理解你的好意，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学着用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说客套话。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不在律所的时候，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了一个外星人，宣布他准备占领地球。
这不是好好聊天。谁叫你老问不该问的问题啊？不，我来晚了，我想知道律所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你就不能有点幽默感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幽默。行，是我不好，我重新回答，行了吧？你重新回答。我来律所之前，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生，请问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呢？比如说谁跟谁他们打起来了？有的呀，先生。那到底是谁和谁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如果您非常想要知道的话呢，我可以在罗宾律师不忙的情况的时候，我帮您去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你放心，这事情交给我们。我听说顾杰跟罗宾大闹了一场。你吃的是火锅，你怎么知道？一般吃过火锅有正常嗅觉的人肯定能闻出来。重庆老火锅，9宫格，香油、蒜泥调料，这么明显吗？那咱们言归正传啊，我是问顾杰他为什么跟罗宾大闹一场？毛肚、鹅肠、午餐肉、老油条，那么大味儿吗？罗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要打断我？打断你需要给你理由吗？您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您就打断我。给老板普及一下什么叫员工的隐私权，教育老板不要侵犯职工的权利，让老板觉得比你笨，比你傻，什么都不懂，这需要你来教吗？我去他们公司做过调查，大部分员工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压抑，不喜欢公司的文化。他们那个前运营总监之所以给其他公司投简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谢天谢地，幸亏我打断了你。为什么？那我问你，如果不打断你，打算跟他说什么？我打算跟他说，白总，我知道您之所以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那是因为您发现不打招呼就离职的员工以及消极怠工的员工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高管，所以这让您非常的恼火，所以您就决定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时查岗，而且还可以预知谁有离职倾向。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事实上，员工和高管他们为什么要离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公司很失望。你是在教白敬红如何管理企业吗？请问戴叶小姐，你管理过公司吗？有过什么成功案例吗？我是说，经过我的了解，现在他们公司离职的意愿更加的强烈了。只不过他们为了不被监控到，就选择不在公司的电脑上去投简历、收邮件。公司的监控就只能监控到他们在电脑上干了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员工脑子里在想什么、干什么。你是怎么了解到的？我跟他们的员工交谈过。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那我不能告诉你。你被炒掉了。啊？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拦住你、打断你？可是没有可是。我们是法律顾问，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所以请你现在出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专利法和相关的判例。罗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不妥。哪里不妥？这对他们那前设计总监不公平。他的作品公司看不上，让人家反反复复修改了那么多年，那人家当然不乐意了。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公司说不干了呀。为什么要骗公司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父亲？白敬红的脾气刚您也看见了，谁敢跟他说实话呀？所以你的结论是，公司高管可以欺骗公司，叫情有可原；公司加以制裁，就叫不近情理。不，我的意思是说，公司他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请你来做我的助理，是来服务客户的，不是让你来给我的客户上德育课的。我这可不是上什么德育课，我这是在讲道理呀。罗老师，在法律上，白敬红他可能可以胜诉，但问题上在这次你是真的被炒了。罗老师，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有什么好被炒的？那我再说一遍，你是真的被炒了，回家吧。不可能！刚刚您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您的小肩膀咯咯咯抖动了一下，您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您在偷笑对不对？你肯定是在偷笑，我怎么可能会被炒了，对不对啊，罗老师？出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判例。好嘞。
怎么了？我最近想休个假，什么假？婚假？年假。是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你电话一直在震。哦。垃圾电话。行，那你跟黛西交代一下。嗯，谢谢。到底什么事儿啊？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告诉我。没事儿。旅途愉快。拜。嗨，简明姐。哎，罗宾，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箭之仇啊！我跟谁有仇？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退一赔三啊，1650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蓝红没有找过你啊？有关系吧？你也去地下车库？当然不。 550万的进口豪华车售前维修过，车主最后获赔1650万元，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车主称，销售商承诺是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但是保养时发现车有过大修记录，一审判决撤销合同买卖，车主退车，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做出3倍赔偿。 我输入我的生日，门就开了。你别紧张，你家又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但我的住宅受法律保护，准确的说是受宪法保护。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所以啊，那就请你不要知法犯法。那你告我呀，你就告我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行为人在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无故拒不退出的，原则上就已经构成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按理应立案予以追究。我在办公室没有答应的事情，在家也不会答应。那我就不离开了。你这是不讲理。我没打算来跟你讲道理啊。 哎，你去哪儿？我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现在是我闯入了你的住宅，你可以报警抓我。你已经劝我离开，但是我拒不离开。报警！我现在帮你打120。怎么了？我不想跟你缠扯不清。 我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我肯定不会再来求你。但是我没办法了，我一审输了，
现在网络上、报纸上全都是我们的负面新闻，说什么这是史上最贵的汽车维权案，我们必须要上诉。2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被贴上不法商家的标签。我老公被气得心脏病犯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我可以给你推荐律所、律师。我不要。你认识的律师我也认识，你推荐的律所我也能找到，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们1审找的也是大律所的大律师，官司输了，他一点歉意都没有。那依你的意思，官司输了，律师要给你写一份检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有律师证，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渺茫。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要去努力。我们输不起。罗宾，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去找何塞。何塞？你怎么想的把我推给他呀？何塞和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比较熟。那有什么用呢？你们之所以1审被判赔1650万，是因为你们被认定消费欺诈。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怎么证明？让何塞去找专家，说明 PDI 程序是行业惯例，是否告知消费者，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且更换车窗、补漆行为，并不会对人身健康、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或者实际损害，所以不构成消费欺诈。现在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不客气。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还怨恨我？不，我不喜欢占朋友的便宜，但也不喜欢被朋友占便宜。你是怕我以朋友的身份占你便宜啊？不是朋友，谈不上占朋友便宜。我不会占你便宜的。2审胜诉之后，1650万就是我们付你的律师费。我们不怕花钱，我们注重的是商誉。就跟何塞谈吧。你确定？我确定。我突然觉得我们有很大胜算的可能。当然，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给何塞送这么一个大礼包？因为我不想占这个便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我不后悔，也不后悔什么？无论什么，只要过去的，我都不后悔。向你学习。心想事成。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我真的好几个电话都没回。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比丽娜更适合你。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因为你不喜欢听到真话。谢谢你的酒，走了。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拨错了。你拨错一个电话有可能，但是连续拨错7、8个，可能手机中毒了吧，自动播出的。对不起啊。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晚安。哇塞！我去，真的假的？你这是啊？没错，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哇塞！哎，你怎么没跟我说呀你？我怕我万一没考上。你怎么那么胖呢你？我终于考上了。